努比亚 Z80 Ultra 依旧搭载了引领行业的35毫米人文主摄，现在已经有其他厂家跟进了，对吧？而且还回归了很多人期待的大底超广角，还有独特的屏下前摄，让手机正面的屏幕看不到任何的开孔。那这次就来看看这台手机的表现。本期看点如下，推荐大家仔细去看。那由于这台手机还是工程版固件，等它升级到正式版固件的时候，我们也会给它安排一下对比节目。厂家说这台手机是能拍又能打，能拍呢很好理解，就是说这台手机影像非常厉害。它还有一套摄影套装，能把自己变成一台相机的样子啊，长得还确实挺好看的。但是能打这块呢，说的是它的游戏性能。那这方面呢，我就比较吃惊了，因为这台手机一上手，我就发现它比前几代产品啊轻薄了非常的多，而且手感呢也变得好了很多。不过性能这方面呢，就不是我们节目该聊的了，我们是聊影像的节目，我们一直希望更多的朋友能参与到摄影中来。非常感谢现在很多朋友把自己拍摄的照片上传到了视频回复当中，是你们用实际行动带领着更多的朋友参与到摄影中来。也非常感谢给我们节目点赞和加关注的朋友啊，尤其是加关注，这点对我们节目非常的重要，所以就非常感谢大家了。那下面就看看本期的摄影环节有哪些网友的摄影作品入选了吧。器材虽然分好坏，但是摄影不论器材，能成像的设备都能参与到摄影中来。欢迎收看 ZPH， 别忘了点赞和加关注支持我们啊！那下面就来看看这台手机的表现吧。手机的后摄3颗镜头，35毫米的主摄，18毫米的大底超广角和85毫米的长焦。那85毫米的长焦呢，真正的光学焦段呢是70毫米，85毫米呢是特殊优化焦段。在默认的拍摄界面下给的3个变焦焦段呢，就是3个光学镜头的焦段了。18毫米呢就是超广角，35毫米呢是主摄，85毫米是长焦。点击每一个变焦按钮呢，还能出现其他的数码变焦选项。最远的数码变焦焦段呢，相当于自己的50倍啊，相当于其他手机就是普通手机的75倍数码变焦。但是太远的数码变焦呢，我这儿也不推荐啊，因为画质损失是非常严重的。手机的侧面有一个实体的快门按键，通过这个按键呢，就能在熄屏状态下进入人文街拍模式。在人文街拍的拍摄界面中，给的默认的变焦按钮呢会更多一些，而且也可以精准的控制自动对焦的距离啊，可以限制自动对焦的搜索范围，这样的话对焦会更快。也保留了致敬经典相机哈苏叉潘的超宽幅拍摄模式。当然，我最喜欢的功能呢是在录像里边的预录制功能。它有2个选项，分别是10秒跟20秒。你可以把手机架在那儿，让它一直录1个小时、2个小时都可以啊，它会一直录一直删，它只保留前面的10秒和20秒的画面。你看到闪电了，或者看到鱼儿上钩了啊，这个时候你点击开始录像，或者直接点完之后再点击关闭录像。那么这个时候录像的长度呢，只有你设置的10秒和20秒。这样的话，你既能保证把精彩瞬间录下来，也能保证文件的体积不把手机存储给撑爆了，也省去了你后期剪辑的麻烦。你录完一段就可以继续点击再开始录下一段。所以我觉得这个功能对钓鱼爱好者呀，对于拍摄闪电啊、风暴的爱好者来说是非常有用的。这次拍摄界面中的滤镜选择方式，
在默认拍摄界面和人文街拍界面是达到了统一了，滤镜都是一样了，而且选择的方式呢，以及微调的方式呢，也是大家比较熟悉的。希望大家呢多多利用这些厂家提供的好玩的滤镜呢，去创作拍出你满意的照片。那下面我们就开始正式聊这台手机光学成像上的表现了，还是先从主摄开始聊。参数都列这儿了就不念了咱们还是看实拍效果。测试方式呢，就是手机的默认设置，拿起来就拍。第一张样片的拍摄环境呢是雨天，当时下着毛毛雨，雨还是非常密的，水汽非常大。这种天气对于测试长焦来说呢是非常不理想的，对于测试主摄来说呢还凑合，但是离着镜头比较远的，比如说你看右上角那个树已经发白了，就是因为雨还是挺密的，水汽非常大的原因。中心解析力呢还是没问题的，边角画质呢也不错但是能看出一些轻微的紫边。这种边角画质把控呢，对于传统手机主摄来说呢，已经算是相当好的了。毕竟是35毫米光学主摄嘛，它也应该做得比较好。第二张样片呢，是在阴天的环境下拍摄的，当时没有下雨，当然也没有阳光天色还是比较暗的。这个时候颜色比刚才好看了很多。同样的，中心解析力呢还是没问题的。边角画质的把控呢，也就是机组的光学素质这方面呢，往最边角上看呢，还是有一点点下降的，也能看出一点点紫边来。但是相对于传统手机23、24的主摄来说呢，边角画质把控方面还是很优秀的。不过呢，这台主摄呢还是老问题，就是它的5000万像素高清模式跟1200万像素的普通模式在解析力方面呢没有什么提升，就是画面变得更柔和了，数码处理的痕迹呢降低了很多。再说超广角镜头，这回超广角的感光器呢回归了那颗广受好评的大底感光器，1.5分之一的，而且光圈也是 f1.8。但是呢，由于刀法原因呢，它没有光学防抖了。那么这点有没有影响呢？咱们夜景环节再说现在看到的对比呢，就是主摄跟超广角镜头的对比，可以看到它们的视角差距还是非常大的。但是呢，这颗超广角的视角呢是等效18毫米的，其实在超广角里呢并不算宽广，只是主摄由于是35毫米的原因，主摄跟超广角的视角差距呢还是比较大。不过在之前的测试中，这颗超广角可以算是一个全天候的超广角它白天跟夜晚都能拍出主摄级别的画质。那这回由于没有了光学防抖，它的夜景表现会怎么样呢？还是咱们到了夜景再说，先看白天的表现。中心解析力没有问题，而且边角画质的把控非常优秀。那第一张样片呢是在毛毛雨的天气中拍摄的，这张样片呢是在阴天环境下拍摄的。其实色彩都是非常不错的，同样的中心解析力没问题，边角画质的把控非常优秀。只有到了最边角的地方能看出一点点的画质损失。只是可惜的是，跟主摄一样，超广角的5000万像素高清模式跟默认模式的1200万像素比，解析力也没有什么提升，只是画面变得更柔和了，而且有些地方呢过曝了。再说长焦这块，它有一颗等效85毫米的长焦镜头也是经典焦段，只不过这颗镜头的原生焦段呢是70毫米，85毫米呢是属于特殊优化焦段。对比样片，先看主摄和50毫米数码变焦的对比。50毫米数码变焦呢，相当于普通手机的2倍数码变焦，在解析力方面呢，跟主摄没有什么区别。现在是50毫米数码变焦和长焦85毫米的对比，85毫米呢，相当于普通手机的3.7倍焦段。在解析力方面，85毫米长焦的解析力还是非常有优势的。不过这颗85毫米长焦头呢，跟主摄和超广角一样，就是它的6400万高清模式跟默认的1600万像素比呢，解析力也是没有什么提升的。同样的，就是画面柔和了很多。当时拍摄环境呢，也是毛毛雨的天气雨还是不小的，水汽还是很重的。现在是85毫米跟140毫米数码变焦的对比，这140毫米呢，相当于普通手机的6倍。也是在拍摄界面中推荐你使用的一个变焦刻度解析力的提升依然是很明显的，140毫米的解析力更高。那现在是140毫米跟210毫米数码变焦的对比，210毫米呢相当于普通手机的9倍。这个时候解析力的区别呢就不大了到了210毫米之后呢，解析力呢就没有什么提升了。Z800 Ultra 呢可以用超广角和长焦来拍摄微距。那现在看到就是用超广角数码变焦到主摄的焦段，也就是35毫米来拍摄微距，和85毫米长焦镜头拍摄微距的对比，它们的微距效果呢都可以说是相当理想的，而且对焦的效果不错。
长焦镜头的最低对焦距离呢是15毫米左右啊，拍摄起来的效果大家也看到了，确实挺好。长广角和长焦两盒镜头拍摄微距稍微有些色差呢，这也很正常，因为拍摄的距离不一样，就是手机离被摄物体的距离不一样，遮挡光线的情况呢也完全不同，稍微有些色差呢是很正常的。还有一点非常好呢，就是这颗85毫米长焦镜头拍摄微距时对焦是非常不错的。你看现在对焦这个小水滴是非常轻松、非常简单的，微距效果呢也都没问题。那再说前摄。Z80 Ultra 依旧采用了屏下前摄技术，就是手机的屏幕上没有任何的开孔，你也看不到前摄在哪儿。这么多年了，努比亚一直坚持做屏下前摄，而且每一代的产品呢，前摄的自拍质量呢都是有进步的。咱们看看这代产品它的表现怎么样。前摄自拍用的就是前摄的默认设置，没有调其他的选项。我还专门找了一个背景比较烦乱的地方啊，可以看到人物的清晰度啊，还有背景的清晰度啊，都已经达到了相当可用的程度了。之前的屏下前摄呀，就是满足一个视频通话、人脸识别验证的功能，但是这一代的表现呢，真的是又进步了不少啊！可以看到它达到了一个很不错的状态了，但是要跟真正的开孔前摄比呢，肯定还是有差距的。但是这一代一代的看起来，努比亚的进步啊，还真是不小啊，每一代都在进步。现在是前摄录像的表现，当然也都是默认设置。老实说，我看到这个效果的时候，我还真是挺满意的。无论是人物啊、衣服呀，还有背景啊，这些清晰度跟前几代屏下前摄比，简直提升了太多了。防抖呢，其实也是提升了不少的。虽然说你看着还是稍微有些抖，但这个是屏下前摄的录像啊。那如果你要静止不动拍呢，你可以从这段录屏里就可以看出来，它的表现还是非常优秀的，颜色呀、清晰度啊都是非常上乘的。为了让大家更直观地感受一下这台屏下前摄的表现呢，我在原地呢转了一个360度啊，可以在各种光线角度下，逆光、顺光，什么环境都有，大家都可以看到这台屏下前摄现在的表现啊。跟开孔的前摄比呢，肯定有差距，但是跟前几代屏下前摄比，那进步真的是非常的大了。再说人像拍摄，人像呢一直是努比亚的强项啊，不光是白天，夜晚的夜景人像也是它的拿手好戏。咱们先看白天的表现啊，现在是35毫米主摄跟85毫米长焦拍摄的人像对比，它们的效果都是非常理想的，肤色呀、清晰度啊，还有抠图方面都是上乘的。换一个光照的角度，刚才是顺光，现在是逆光拍摄了。这回主摄跟长焦拍摄出的样片在风格上差别就大了一些。主摄呢看着更暗一些，也更沉稳；长焦看着更亮堂，也更适合给女孩拍照。那么我感觉呢，这台手机在白天拍摄长焦人像的表现更稳定一些，当然主摄的也不错啊。那35毫米主摄的强项是夜景人像。35毫米本身就适合拍人文，当然也适合拍人像，它又是主摄，光圈也大，它在夜景下人像的表现一直都非常出色。这几代努比亚的旗舰手机在夜景人像方面一直做的都非常优秀，当然这一代肯定也没有问题。现在看到的样片呢，都是长着在城市光源环境下随手给我拍的样片啊，没有任何的补光，没有闪光灯，就是利用城市的光源，最终的成片效果呢，我个人是很满意的。用主摄拍摄夜景人像，前面也说了，就是它的成像速度非常快，非常适合抓拍，非常适合在聚会的时候给朋友随便来2张照片。暗光下想快速的成像，这点呢，目前只有主摄能做到，任何手机都是如此。长焦也有拍摄人像比较好的手机，但是成像速度跟主摄是不能同日而语的。那如果这台主摄在暗光下又很善于拍人像的话，那就非常适合在聚会的时候给朋友拍照了。不但能把聚会欢乐的气氛凝固下来，还能把每一位朋友拍得美美的、帅帅的。那么下次聚会的时候，朋友肯定希望你还能拿着这么优秀的设备一起参加聚会了，这就是被需要的感觉。再说直出扩张度的测试，这回主要测试的是默认设置和人文街拍2种拍摄模式。主摄跟长广角在各种大光比的环境下，总体来说他们的表现还都是不错的。虽然说他们的成像风格呀确实略有区别，但是在大部分场景下呢，并不影响高光和阴影的细节呈现。测试当天呢，正下着毛毛雨，雨还是挺密的，天上也没有什么云，但是依然能看出来树枝、树叶与天空的分界做的还是很自然的，而且所有的暗部也没有发虚，也没有偏色，这点都是不错的。只是到了某些极限的场景，超广角的暗部细节呢有些丢失，人文街拍模式呢更明显一些。终于到夜景测试了，
那么这台手机的夜景表现呢，主摄肯定是没问题的，主要是看超广角的表现，因为这回它的大底超广角又回归了。虽然说没有光学防抖，但是依然可以看到，在这些城市夜景环境下，主摄和超广角在成像氛围方面还是非常接近的。那这些场景呢，都是我们精挑细选之后的，它有强光，有阴影，有些场景的难度还不低呢，老观众都知道这一点。对于其他手机来说，在夜景成像上，主摄和超广角要想做到观感上的统一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但是这台手机还是很轻松地完成了这点。那么从这方面来说呢，这颗超广角确实可以称之为是一颗主摄级的全天候的超广角。而且这还没完，下面的场景就是城市里的昏暗场景，比刚才这些场景可要难得多了。依然可以看到，在直出的状态下，主摄和超广角的成像表现是非常接近的，尤其是超广角的表现啊，在如此暗的环境，很难有手机的超广角能拍出如此多的细节，而且还是直出。再看看长焦的夜景表现吧，先看50毫米跟85毫米的对比。50毫米是主摄的数码变焦，85毫米的是光学焦段，在解析力上的差距还是很大的。现在是85毫米和210毫米数码变焦的对比啊，210毫米呢就差不多相当于普通手机的9倍了。那么这个时候210毫米数码变焦的表现依旧在解析力上有提升。那么来到昏暗的场景，再看看85毫米跟210毫米的表现啊，确实210毫米的表现呢更好一些。从下面开始呢，就是极暗环境的表现了，就要看看厂家的软硬件配合水平怎么样了。第一个场景祖传神速，主摄和超广角的表现非常的理想啊，尤其是超广角。不过呢，不过来了啊，超广角的表现到这儿也就好到头了。来到了健身器场景，这个场景就非常极限了。不放大看的话，主摄跟超广角的表现依旧是十分优秀的。但如果放大看的话没错啊，主摄确实非常优秀，能拍出夜景的氛围，而且细节呈现非常到位。但是超广角的细节呈现吧，就没我预期的那么好了。这是为什么呢？首先是这颗超广角虽然说大底回来了，光圈也非常大，达到了 f1.8， 但是光学防抖没回来啊，没错啊，它没有光学防抖。其次呢，厂家把夜景拍摄的逻辑调整了一下，夜景模式跟银河夜景融合在一起了，或者你就用自动夜景模式。这两种在曝光上呢，我看是没有什么区别的。曝光时间就是现在你们看到的，只有这么一点点的曝光时间，还不到1秒啊。后边的转圈圈呢，其实就是降噪啊、多帧合成什么的，这导致在极暗环境下的表现确实没有原来好了。很多手机在这个场景下，如果你想拍出细节的话，至少需要3秒的曝光。那现在1秒不到的曝光，主摄能有现在的细节呈现，我已经非常吃惊了。所以说超广角的细节呈现不是很足，那我也就理解了。哦，对了，这点也是跟曾经的 Z60 Ultra 领先版比，要是跟其他手机比呢，这个超广角的表现已经很好了。下一个极限的场景，树林小路，夜景的氛围还是非常足的啊。主摄跟超广角拍摄出来的氛围也是很接近的，但是在细节呈现方面，主摄依旧非常优秀，不到1秒的夜景曝光时间啊。超广角呢，肯定是比其他手机要强多了，只是没有达到我的预期哈。就算到了最难最变态的祖传神速 Pro 这个场景，主摄和超广角在成像氛围方面依然能够保持一致，这点还是非常厉害的。那么主摄的细节呈现呢还是不错啊，超广角的细节呈现其实跟其他手机比呢，就说强一点点吧。视频录制用的是手机的默认设置，也是最接近现在社交软件录制的效果。现在是白天主摄手持走路的表现，没有架子，没有稳定器。防抖总体来说还是不错的，但是仔细看呢，画面有一些小闪动，清晰度还是不错的。现在是超广角的录像效果，当时正下着毛毛雨，天还是挺暗的，但是超广角录出来的效果呢还是比较亮的，颜色挺好看，清晰度也不错，防抖也不错。现在是50焦段的录像效果，它是主摄的数码变焦，还没有到真正的长焦镜头呢，清晰度跟防抖都不错，但是整体的画面呢跟当时的天气呢很接近啊，并没有主摄和超广角录的那么的亮。现在是85长焦镜头的录像效果，清晰度跟防抖依旧稳健，只不过在录像的过程中颜色突然变了一下啊，比一开始录的时候更亮了但是并没有影响清晰度跟防抖。现在是6倍210毫米的录像效果，相当于其他手机的9倍数码变焦了。稳定性呢稍微的下降了一些啊，但是清晰度还是非常好的。
现在是这台手机15倍数码变焦的录像效果，相当于其他手机的23倍、24倍左右。防抖还可以啊，清晰度也还可以。现在是主摄夜晚的录像效果，在这么暗的地方呢，它的解析力还有细节还原是相当不错的。就是防抖跟白天比呢下降比较明显，而且也有鬼影。那如果你站着不动拍的话，效果一定不错。现在是超广角的录像效果，防抖跟白天比呢确实也有下降，但是清晰度相对于一般手机来说已经非常高了。现在是85长焦头的夜晚录像表现，防抖还是很好的，细节呈现也不错，但是能看出一些噪点了。现在是6倍210毫米的录像表现，清晰度、防抖其实都还行，就是噪点颗粒比较明显了。努比亚 Z80 Ultra 在影像上继续发扬了前几代的优点，也回归了全天候主摄级的超广角镜头，也有和上一代产品类似的摄影师套装，可以把自己武装成一台相机，外观非常的时尚好看。厂家说这台手机能拍又能打，那能拍照这方面呢，大家都看到它的表现了。那至于能打嘛，说的是它手机性能、游戏性能方面的表现，看其红魔游戏机的水准。拥有第5代骁龙8至尊版芯片，加满血的 LPDDR5 叉，加 UFS 4.1 和7200毫安时电池的同时，它的机身却比前几代产品变轻薄了很多。那至于它多能打嘛，大家就可以去看其他节目了，我们只是聊影像的节目。那么节目的最后，大家可以说一下这台手机的工业设计怎么样啊？就是你喜欢这台手机的外观吗？如果你喜欢这台手机的外观，打1，其他的打2。OK， 到结尾了，看完前面内容，希望在选择方面为您提供了帮助，也希望您能喜欢我们的节目，别忘了点赞和加关注支持我们啊！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